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这期节目。那我们今天来接触最近比较火的这个机器人，可以对接到你的聊天软件，然后让它操作你的电脑或者操作你的云服务器。我们今天的案例就是把它部署在我们的 VPS 上，然后让它控制我们的 VPS 来做一些写代码呀，做一些建站呀，做一些日常的运维相关的一些事情，它都是非常顺手的。因为网上的很多人呢，他们都是在 Mac 的电脑上来去跑，他们就是可视化的那种。那我们这个呢，它其实是异步在后台自动化了，是你只要用自然语言跟它表述啊，你帮我去把我的虚拟内存改一下，然后帮我调优一下系统的这个参数，让它来完成。那这个项目呢，它已经改了3次名字了，后来叫 Cloud Boot， 然后又叫什么 Mote Boot， 也就是今天早上好像看消息，它是又改名字了 Open Cloud， 对接这个 Telegram， 我们用这个 OpenRouter 的 API 对接。OpenRouter 花了10刀，然后去充值的 API， 现在还有6刀，挺费 token 的。它已经重定向到 OpenCloud， 我们也是采用它一键脚本来去做我们的底层支持的啊。当然它还会有一些发行版兼容性的问题，所以我在我的脚本里头都帮它把屁股擦了让大家在不同的发行版都能去部署。那比方说红帽系的，还有答辩系的你都可以去尝试。目前的话，它 Alpine、Linux 等这些非主流的Linux 发行版它不太支持，所以我们今天就拿莱卡云的机器来跟大家做演示。莱卡云呢是国内的云服务器厂商，然后他家运营的海外的香港、日本、韩国这些，还有 ISP 的线路。国内的话 BGP、江浙沪、广州这边它都有，然后你们如果真要买服务器的话，可以关注一波。好了，那我这个文章里呢，一开始是告诉大家如何去手动来部署的，依然是用他家的这个一键命令。那大家其实了解一下流程和原理就可以了，因为我们今天是会拿就是科技蓝的一键脚本来给大家做的搭在云服务器上对接你的机器人，就相当于它开了一个口它可以在你的服务器上做任何事情你如果放在 PC 上的话，它甚至就是可视化的，可以看到很多的一些操作。OK， 云服务器的话，它可能就是偏后台异步的 Telegram 的机器人对接一个对接码，然后去填写，它就可以通信了。这边呢是一些基础操作，项目的名字改了过很多次，所以它这个东西也经常在变，最后呢就变成我们今天这个 OpenCloud。然后这个是我问它的一些问题我们可以接入到 GPT 的 5.2 Gemini 3 Pro 今天我接入了，确实很贵，它的能力确实很强，就是它能做很多是一步就给你做好了，其他的你要反复的跟它交流。然后包括我让它用我的科技蓝的脚本打网站，太复杂了，它可能就会崩溃，所以我们有一个保活的机制。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用一键脚本来搭建。我先连上服务器，我用 SSH 工具来连接。这边呢，我的 SSH 连接工具叫 Telemuse， 也可以用 Tabi 或者 Finder Shell、Charshell 这些主流的 SSH 工具也都可以。我需要到莱卡云这边来把机器重置一下。我是用的日本 BGP 年付的这个特惠机，然后我们这边点击重装我们这边就用主流一点的吧，乌邦图。跟大家做演示 24.04， 今年的4月份应该会出 26.04， 它2年会出一个版本。然后我们把数据全清了。那我们这边重启好以后，这边会给我们一个密码端口22，身份是 root。对，我之前创建了一个莱卡云日本的 IP 是在这个地方，然后给它起一个名称，端口是22，然后 root。我们之前用的是密钥登录的，那我们现在把密码改上，密码复制粘贴进来。好，下面变绿了，就直接点击链接。第一次呢，那我们就点击允许。登录上来以后呢，那我们就开始搞 Ctrl+L 把屏幕清一下。对，这个一键脚本呢，我们直接复制。好，又点进来回车。那第一次呢，我们需要许可同意。好，那我们现在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大家可以看到，之前叫这个名字，后来叫这个名字，最后就是我们现阶段它是叫这个 OpenCloud。未来不知道还会不会改名。那我们时刻关注，这边有2个状态，一个是安装状态，一个是运行状态。
那目前都是未安装和运行。OK， 那我们先安装一下，然后选择1，然后它就调用官方的脚本。之前其实它还会有逻辑，好像把那个包要重置到国内，还有很多变量相关的，就是脚本里都不支持的，所以我都是在后期给它加上去的。这个是我们的安装的这个函数。我们会调用官方的这个脚本，然后我们需要给它一个加速源，然后它国内的话就可以正常拉取。那我们这边香港也是属于国内，然后我们需要软链接，这个也是必须要做的。OK， 有一些系统呢，它 root 这个需要重定向执行文件的目录做的，然后我们需要重置它的变量文件，有些系统也不支持，所以每个系统呢，它的支持的都是出现的问题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一个一个排查，然后帮助大家大部分的运行环境都可以安装，好吧？这个呢是运行它自带的这个 Doctor 啊，就是自检工具功能，然后呢我们就开始初始化初始化以后呢，我们给它安排一个后台运行的任务。这个的话可能未来我会改逻辑，因为我今天测了一下，就是遇到一些复杂任务它挂了以后它不会用这个自启，这个回头我会去研究一下。那看到了它其实报了很多错，但是我们通过刚才一系列的后补手段都帮它规避了，官方没有想的那么周到这就成功了，然后成功进入到初始化，然后呢那我们就选择 Yes， 然后选择自动，选择第一个或者第二个是更新你的这个 API 的列表，我们直接使用就行。那它这边呢就有 OpenAI 的 API 的接入，还有 Claude， 唯独没有 DeepSeek， 我不知道是故意为之还是怎么样。你看连阿里的千问还有小米的 AI 它都有。我用的是这个 OpenRouter 大家也可以去买一个，然后我们输入他家的 key， 回到我这个导航站这个导航站里头就有它的快速连接，在 AI 工具这个模块。那我这边用 Google 的账号已经登录了，选择这个 key， 然后我们这边之前有一个，我们把之前这个删了。好，删掉以后呢，我们添加一个，那我们就叫 boot， 然后我们点击下一步，它就会把这个 key 给我们复制一下，右键进来回车这时候它就会根据这个 key 然后去刷出你有哪些模型可以用。那 OpenRouting 它家是最全的，然后它家的 DeepSeek 有点问题，所以我们不能这样的去操作。我们先找个牛逼的 Google 的 Gemini 3 Pro 这个很强，但是很贵。然后这边呢，我们就已经进入到下一步，我开始对接哪一个聊天工具了。它没有国内的这个微信或者飞书这些要你自定义的。那回头的话，我们让它自己去搞。我们先用这个 Telegram 就是这个 Bootfather 找到它就是你把这个斜杠打出来，然后它这块有一个让你添加新的机器人，那我们添加一个。然后这边呢，请输入机器人的名称，就是必须这样的结尾这个好像被人用过了这样的总是可以吧 ？OK， 这样的它就会把你这个 API 的 key 拿到，你复制一下，然后回来把它粘进来，这两步是必须要做的然后它就进入到下一步了。进入下一步呢，那我们就点击，它说让我们装这个 skills， 装不装？我们点击默认回车，然后这块也回车，然后这块呢我们选择第二个 PNPM 呢性能可能会更好一点。然后这边呢就是说有很多技能，我们要不要选？你可以上下去控制你要使用哪些技能。那有些技能是需要 API 的，所以我们先暂时不加，我们空格一下，然后选中这个，然后选择回车。然后这边呢我们都默认，我们先都不加，因为它都是要 key 的。好，到这一步呢，我们选择，其实也可以这样选，以后让这个 AI 机器人它自己装我们先默认都是跳过，然后这边呢也跳过，然后下面呢也跳过。好了，到这一步呢就结束了。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状态呢，它已经是安装完成了没起来的话，我们选择3，先让它终止一下，它可能在后台有启动这样呢它关掉了。关掉了以后呢，我们再选择启动，选择2，就这块呢大家需要测试一下。好，退出114进来 OK，
这下它已经启动起来了。我们选择6，这边是让我们输入一个类似于这样的一个boot 的验证码。那怎么获取呢？我们回到这边来，找到这个 boot， 然后点击 start， 然后它就会给我们把这个提供了我们把这个复制一下就行了。复制好以后粘进来，对，粘贴进来，回车，这样对接一下。好，对接成功，它并且会打印你的 Telegram 的 ID， 那现在就已经 OK 了，那你就可以跟它聊天了。取决于模型响应的，有些模型呢比较慢，那它现在已经回复给我们了，那证明我们已经接上了。它已经找不到了，那这个模型应该已经配置挂了。回到这边来，它有一个换模型，看到了吗？5，然后呢，我们就先暂时用这个4O，这个因为我 OpenRouter 它这边有的。好了，那你再跟它回你好，它怎么说英文？这边呢多提一嘴，就是如果你有 DeepSeek 官网的这个 API， 然后你可以直接叫你当前的这个模型做一个切换，直接跟他说你帮我切换到 DeepSeek 的 API。我们如果手动操作的话是会非常复杂，我们也不熟悉它如何去配置这些通用的 API。官方的这个列表里头是没有 DeepSeek 的。我是在 NS 这个论坛里头，然后这位大佬分享过 DeepSeek 的一个配置方法。你把所有的这些东西复制给 AI， 然后说你照着这个，我把 API key 给你，你帮我就直接照着这个配就行了。那你看我这边之前是 GPT 5.2， 然后现在变成 DeepSeek Chat， 就是 V3.2 的那个版本。了解一下，因为 DeepSeek 可能相对来说更便宜一点，那个 OpenRouter 它东西还挺贵的Gemini 3 Pro 大概聊上5-6次就一刀就没了。好了，这就是我跟大家分享的最近比较火的这个 Boot 机器人的使用方法，希望大家玩得开心，脑洞可以更大一点，不仅限于跟他聊聊天、问问天气，你可以发散一下思维，让他帮你做一些项目，可以感受一下它的多模态、它的自动化能力。好了，这就是今天全部内容，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